你知道吗？在现实当中，真正正常的人实际上所占的比例是极少的。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普通公司职员，他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却还在努力备考 CPA， 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这是异想天开。这不禁让我想到，当我们把追求超越当下处境看作是反常行为的时候，恰恰就暴露出了社会认知存在的偏差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很多人表面上好像掌握了大量信息，但实际上却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。那些在评论区动不动就恶语相向的网友，还有现实生活中拒绝接受新观念的俗人，他们构成了人群的主体。这些人看似拥有基本的理智，可实际上在认知维度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。这并不是在贬低谁，而是教育普及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认知分层现象。当基础教育解决了识字率的问题之后，更深层次的逻辑思维能力、批判性思考能力依然属于稀缺品。我所定义的正常人需要具备3个核心特质：逻辑推演能力、主动思考的习惯以及知行合一的执行力。然而大多数人都还停留在常规生存状态，他们依赖既定的经验生活，拒绝突破自己的认知舒适区。比如说身边有个朋友10年如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，面对行业变革却选择装睡。这种自我设限的惯性正是非正态思维的典型表现。人和人之间本质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具备进化属性。真正的正常人就像流动的活水一样，不断的迭代更新。比如说今年还在研究 AI 工具的程序员，到了明年可能就跨界去学习数字营销了。但很多人却如同定格动画一般，20年前的认知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，面对新事物只会重复不可能没必要这样陈旧的论调。这种思维的僵化才是真正的反常。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在人格平等这个伦理基础之上，认知层次和自我更新能力在客观上是存在梯度的。当你在直播间分享哲学思辨的时候，那些嘲讽你不切实际的声音，恰恰就来自于拒绝升级自己认知系统的群体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明白，与其在无效的争论当中消耗自己的能量，倒不如专注于打磨属于少数派的正常思维。要保持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，具备打破固有认知的勇气，让每一年的自己都成为一个新版本。这并非是精英主义，而是对认知规律的坦诚面对。当我们把持续进化当作一种正常的状态，就会对多数人的固化思维释然了。毕竟在思维跃迁的赛道上，主动奔跑的永远都是少数派，而这恰恰就是正常的珍贵之处。